美国出大事了！大家好，欢迎回到宋氏新语。过去24小时啊，有一条重磅的新闻震惊了美国啊！年仅31岁的美国知名的保守派活动家叫查理·科克哈，在昨天啊，在犹他谷大学的校园内遭到枪击身亡。那作为一个介绍以这个事故为主题的这个频道啊，那我们必须第一时间精确还原它的这个案发现场啊。那这是我们通过这个技术的这个复原啊，根据现场报道和多个这个现场的视频、照片啊做的这个现场地图的还原啊。这个查理·科克呀，当时呢，他是在叫索伦森中心啊这个前边这个户外的广场上在发表演讲啊。在地图上啊，我们把这个位置标记为 target 啊，而枪手啊。根据我们看到警方的图片以及现场的比对，他是从远处的一个制高点开火的。那这个对于枪手来说呀，这个距离大概有130米啊，这是一个既能确保命中又能迅速逃离的这么一个完美距离。那条线呀，投影的线实际上是水平的线啊，因为它射击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斜的线，从上往下的嘛，所以我们算的啊，直线距离是120米，斜线大概是130米啊，不是报道里边说的那个183米，这是我在量了2次的。那么我们还分析了现场的地形和目击者的报告，发现枪手啊最有可能藏身的地点有2个，就是 P1 或者 P2啊，它都位于附近的叫Luce Center 这个大楼的屋顶，这个位置啊，还是能够提供这种开阔的射击视野的。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屋顶呢，它是平坦的，而且布满了碎石啊，非常适合这个枪手啊在这进行伪装或者隐蔽。那之所以标出2个位置呢，是不太确定啊屋顶的颜色和流出警方标记照片的这个对应，但是根据多个现场的视频和照片的这个位置来看，肯定是在这个 Luce Center 的楼顶，而且这个楼顶啊是多次这种后撤的坡状结构，所以视野还是非常好的啊。那根据报道呢，这个枪手啊，在这个只发1枪啊，1颗子弹就击中了这个科克的颈部啊，这个英文这个词叫 sudden， 真的是非常形象，突然的一下就导致他的大动脉破裂，飙出了血柱，当场身亡啊。所以这个弹道的路径是非常刁钻的啊。如果枪手瞄准的是他的头部，那么就算这个130米的这个距离啊，就是微小的这个弹道偏差都可能导致这个子弹下移，从头部打到颈部。所以这个部位啊是人体最脆弱也是最致命的这个位置。当然值得一提的是啊，查理·科克他的演讲地点啊，通常不是那些常春藤名校，而是像犹他谷大学呀这样的州立大学。这些校园啊，往往是更加开放，安保级别也低于这个那些顶级私立大学啊或者一些政治集会。所以呢，一切都就这么发生了就啊。那么现在是事发24小时之后了，枪手呢仍然在逃啊，这个也不是偶然。我们从校园周边的地理环境可以分析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啊，枪手应该是制定了一个精心设计的这个逃生路线啊。首先，枪手肯定是开车来的啊。虽然犹他谷大学周边还是公共交通相对发达，但是这个公共交通的这个固定路线和时刻表啊，会让这个枪手啊陷入被动。那更重要的是呢，你在案发后的这个紧急状态中，这个公共交通它没法提供这种快速移动的能力。所以从我们这个航拍图上可以看出来啊，校园南侧呢是一条主要的这个高速公路横穿而过。对于一个需要快速逃离的枪手来说呀，如果徒步穿越这样的交通要道，显然是不现实，而且危险也容易暴露啊。所以枪手啊最可能逃生的路线是向北啊，这个方向呢它有几个优势，就是道路网络是更加复杂啊，有利于逃避追踪。它是一个社区嘛，而且可以快速的你接入多条不同方向的道路啊，而且呢，这个远离这个案发现场的这个直接的视线范围。更关键是啊，枪手我觉得不太可能把车停在任何周边的公共停车场内啊。我们看到周边好多停车场，这些公共停车场啊，其实都有监控摄像头的啊，容易被封锁排查。
他更可能选择呢校园北侧的这些住宅区的街道停车，或者一些商业区的临时停车位，这样既能快速到达聚集点，又能在案发后迅速的消失在普通的城市的这个交通中。所以这种逃生规划的这个精辟程度啊，就再次证明这不是一起冲动性犯罪，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预谋的行动。这就给我们这个分析啊，这个悲剧提供了第二个角度，也就是说，安保系统在面对如此精心策划的攻击时的这个脆弱性。当然了，我们是为了讲安保而讲安保啊，像柯克他的这个粉丝见面会是不太可能有什么安保的系统的安保的，他可能也没有保镖啊。但是这个查理·柯克的这个案子呀，就让我们想起了是吧？去年董王，2024年的这个特朗普在竞选的时候那个也遭到枪击了啊。但是董王呢，他那会儿呢可能还是比较幸运，子弹呢只擦伤了他的耳朵，没有危及生命。啊，那一期呢，我当时好像正在瑞士，也做了一期视频。当时我说呀，这一枪，这特朗普就稳了啊。但是啊，这两起案件在作案的这个手法上，我觉得还是有惊人相似之处的。那首先呢，它都是中等距离的远程狙击啊，枪手呢都选择了在目标活动周边的制高点开枪。就规避了近距离的这个袭击所面临的这种安保人员啊或者人权阻挡的这个风险啊，跟安倍那次不一样。另外呢，就两名枪手看起来都是独狼，啊，他们独立作案，没有组织背景。当然了，柯克案的枪手啊，在作案后都迅速逃离了，啊，没有殉道的意图。那这是一种典型的功利主义的枪杀。啊，另外呢，这两名枪手啊都是年轻的白人男性啊。去年的那个枪手确认啊，他是没有军方或者警方背景的，就是没参过军、没当过警察。那目前在逃的这个柯克的这个枪手身份还不知道啊，所以我们前面说的这个是不是独立作案也是个猜测。但是呢，他们都表现出了高超的这种射击技能。这说明什么呢？在现在的社会啊，在美国社会啊，一个普通人通过个人训练，你有那么一点点的天赋，完全可以掌握专业的这种射击能力。所以有了这个能力啊，我们就容易分析为什么连特勤局的这种最高级别的保护都没法完全防范这种工具。传统这个安保的核心概念呢是环形防御，就把目标人物啊周围建立多层安全圈啊。我们看到这个柯克的演讲其实也设了几层围栏啊。第一环呢就是贴身保护，特工呢紧贴在保护对象的身边。第二圈呢是近距离的外围，控制演讲台周边50米的范围。第三环呢就是中距离的警戒，覆盖100到200米的这个区域。这3种模式啊，都存在3个致命缺陷。第一个就是垂直盲区，上下。那传统安保主要是关注地面的威胁，对制高点的这个监控是严重不足的。特别是这种开放的校园啊，或者城市环境里面，周边的这个屋顶会形成巨大的安全死角。第二个就是人力资源的限制。就算总统级别的防护啊，特勤局也不可能封锁方圆500米内的所有建筑。这是在美国啊，你不要多想。在柯克啊这种在校园里边演讲的场合，安保人员可能也就几个人，根本就没法覆盖所有的潜在的狙击点，甚至可能都没有安保人员啊，只有工作人员。再一个就是反应的时间差，枪手开火的时候，子弹飞行时间只有0.3秒左右，而人类的反应至少需要0.5秒。所以这就是说，你传统的发现、警告、阻止的模式，在面对这种远程狙击的时候是完全失效的。徒手抓子弹啊，那得灵气恢复啊。所以更致命的是呢，就是这种独狼式的攻击啊，它是专门针对这种传统安保的薄弱环节，它不需要携带大型的武器和爆炸装置啊，一支普通的这种栓动步枪配合瞄准镜，就足以在200米距离内实现致命的打击。而且他们通常不在现场逗留啊，一击就走。这种策略让追捕变得是极其的困难。所以现在真正的问题在于什么呢？就是当威胁呀已经在快速进化的时候，防御系统呢还在原地踏步。你举个例子啊，就这个特勤局现在据说啊仍然用到人工观察员用望远镜扫视制高点。这种方式在60年代可能是有效的，但是你面对现代威胁，我觉得完全过时了。那一个训练有素的观察员最多同时监控3到4个点位，而如果一个配备 AI 的这个无人机啊，它可以同时监控50个点位，反应时间呢从分钟级它可以缩短到秒级甚至毫秒级。
但是你如果采购这样的系统，需要什么呀？你要层层审批、安全评估，是吧 ？vendor 的认证、预算申请、国会听证，整个流程可能需要3到5年，还需要多少亿美元？大家知道，据说战争部、国防部换到战争部都需要10亿美元的，所以在这几年里边，3、5年里边，你这个威胁已经进化了多少代了，是吧 ？AI 也在进化呀。无人机也在进化呀，所以我觉得啊，现在安保行业你应该学习什么微软、甲骨文、谷歌这样的科技巨头的转型经验。这些公司在面对 AI 的这个革命的时候啊，没有选择观望和等待，而是快速决策、大胆投入、迅速迭代。但是微软的 CEO 这个纳德拉曾经说过呀，我们必须以初创公司的速度去行动，以保持大公司的资源优势。所以，安保行业这种传统行业，它是同样需要这种思维的转变啊，在保持这个谨慎的同时啊，你必须有拥抱变化的这种勇气和速度。所以呢，这就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安保的这个终极问题，就是面对这种无组织、高技能的独狼式袭击，我们要什么样的这个新技术能填补这个传统安保的这个空白呢？我觉得答案可能就在天上。不是上帝啊，就是无人机，就是无人机的这个防御系统啊，它是一个天眼啊，这种优势是人没法替代的。但是现在无人机可以搭载这个 AI 视觉系统，它可以同时监控多个制高点，识别异常行为模式。比如说有人长时间的在屋顶停留啊，携带长条状的物体或者采取卧姿的瞄准动作，系统都能立即发出警报。更何况，如果你头顶上有个无人机嗡嗡的响，你还能瞄准吗？当然了，这个无人机呢，它可以还实现什么呢？预警式防御，就是传统安保只能在枪响后反应，咚一下啊，无人机呢可以在枪手就位、瞄准阶段就发现威胁，给安保人员争取这种宝贵的预警时间。说实话，我现在正在用这个 ESP32这个小板子带摄像头啊，想做一个猫的电子围栏，比如我现在这个放摄像头的桌子，希望这个猫只要一上这个桌子。桌子上的这个雾化装置就立马启动，猫不是怕水吗？有人说老孙你为什么不用水枪啊？这就是你没有经验了。这个水枪啊会让猫惊慌失措，会吓着猫，吓着了它会怎么样呢？它就会蹬倒椅子，甚至猫跳跃的时候，它的爪子一发力啊，会把我这个椅子这个椅面也给抓破。它不说猫了啊，一说全是泪啊。所以我们说一个典型的这个无人机的这个防御网络呀，可能包括这几个方面。一个是高空监视的无人机，就在500米高度盘旋，俯瞰整个区域啊，它的这个巡航时间啊，单电池你起码要半小时啊。第二个呢是中空的巡逻无人机，在建筑之间穿梭啊，检查屋顶和窗户。第三个呢就是低空反制的无人机，一旦发现威胁，立即飞向目标进行干扰或者撞击。其实这些其实都可以通过编程实现自动的巡逻不需要就是无人机都让飞手来控制。现在大家这车都快自动驾驶了，你不能让无人机自动飞吗？是吧？但是无人机如果用来攻击，它也在升级，因为技术呢是一把双刃剑，对吧？无人机不仅可以用来防御，也可以成为新的攻击的工具那相比传统的枪击是吧？无人机攻击的难度确实就大幅度提升了。大家想想。无人机攻击端呢，当然也有不少挑战首先呢，这个无人机它载重有限，比如说我们小型的民用无人机，它很难携带这个大威力的武器，它载重有限它本身才几百克。第二呢，飞行中它精确瞄准是极其困难的远比固定的狙击要复杂它可能往往需要通过其他的这种东西容易被雷达监测呀或者电子干扰系统拦截。还有需要更高的技术门槛和更复杂的这个预谋，它这一类活动呢，它没有一个成熟的训练手段，不像打枪。当然这些其实呢困难都可以让 AI 来解决的。那么防守端大家说安保部门他们的挑战就更具体了，需要什么呢？建立一个完整的无人机系统，这个成本是很高的比如电子干扰，那它也可能会这个影响周边的这个民用通信设备你毕竟是在美国嘛，你们还是有法律的你不能乱干扰。第二个呢，城市环境里边你击落无人机也可能会造成2次杀害。另外一个呢，需要专业的反无人机的这个操作人员，所以这就形成了一个新的这个军备竞赛。攻击方试图开发更稳定、更精准的这种无人机系统来防守方呢要建立更智能、更全面的这个空域防御网络。
这就应了我们那个老故事，是一子之矛，攻子之盾，则何如啊？所以问题就来了，这个事儿出来之后啊，很多人就呼吁马斯克要加强安保。马斯克本人啊，他也指责啊，在欢呼枪击的那些人冷血啊。马斯克的安保啊，当然看起来是很严密的，但是不是就万无一失了呢？因为这个现在正在想这个殖民火星，并且已经启动了他的计划的这种不世出的天才啊，是不是会被一个疯子的一颗子弹而终结呢？马斯克呢，当然作为全球最知名的这个公众人物之一啊，他的安保级别肯定是顶级的啊，和 Kirk 的不是一个维度的。Kirk 本人可能就没有安保啊，但是马斯克的安保也不能保证他万无一失啊。他的安保团队呢，面临着就不同于传统政治人物的这个独特的挑战，比如说他有多重的威胁源，简单说就是仇人更多。政治家呀和他不一样，马斯克面临的威胁呢，来自政治对手，还有来自商业竞争对手，还有不满的员工，还有网络喷子啊，各种边缘群体。再一个就是高科技的背景，马斯克本人就是科技巨头嘛，他的敌人可能会试图用更高科技的设备啊，无人机啊、网络攻击啊这些高科技手段来规避传统的安保措施。还有一个就是线上和线下的融合。啊，因为马斯克大部分是推特狂人嘛，现在叫 X 狂人，他大部分活动都在线上，通过 X 平台呢，直接和数亿人互动，这种高强度的线上曝光啊，使得任何一个网络极端分子都可能变为现实世界的威胁，你都不知道你会得罪哪个这个星球这个角落里边那个人。如果加上这个人懂 AI， 又是个狂热的无人机爱好者，哇塞，这就麻烦了。一个以马斯克头像为目标的这个无人机，可以直接以击中这个高价值目标为唯一任务。所以，如果这个时候你再配一个大型的无人机母舰，当马斯克上空播撒成百上千个 AI 无人机，每个无人机的目标都是撞击目标头部，还带着少量的那些危险物品。所以这些无人机它可以基于单机算法，可以脱网运行。直到这个目标被终结，你就说吧，你怕不怕？你防不防？你怎么防？给你100万美金，你能不能做成这个项目啊？开玩笑，100万想啥呢？有这100万，咱们赶紧买套房是吧？咱跑彩玉、跑顺义都能买别墅了啊！哎呀，所以我们前面都是瞎聊啊，但是能看出来，这个传统的安保啊，它还是有盲区的啊。这个远程狙击，那尽管这个安保团队它会进行反狙击的部署。但是在复杂的这种城市环境里边，你要完全控制所有的制高点几乎是不可能的。枪击川普那个例子，在很久之后才把那个枪手给毙掉，远处的狙击手。所以，如果枪手选择在远距离发动袭击，更好的伪装，你的安保团队很难在第一时间发现并且阻止，而且呢，发现也晚了。再一个就是独狼式的袭击啊，在对这个查理·科克和特朗普的枪击案都显示啊，很可能是孤立的、动机强烈的这种独狼式的枪手。这是最难防范的，他们可能不属于任何组织，没有可追踪的这个行为轨迹，往往会出其不意地发动袭击。你更不要提着无人机了，是吧？你传统的安保面对无人机，那根本就不是一个维度的东西。所以啊，即使拥有最先进技术和最高级别的这种安保的马斯克，可能他也无法消除风险。查理·科克这个悲剧啊，就给所有高知名度的公众人物就敲响警钟了。即便你是看似最严密的安保体系，也需要不断的适应和升级，以应对这种层出不穷的新型威胁。那有人就说了啊，马斯克可以用他自己公司的技术啊来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呢？要开发一个拟真度很高的这个擎天柱机器人替身。这个方案听起来还是很科幻的，但我觉得也有可能啊，因为马斯克本人啊经常戴个大墨镜。这就完美的掩盖了机器人面部这个拟真度的这个技术难点，就是眼睛是很难模拟的。另外，马斯克你可以刻意的多展示一些程式化的招牌动作，比如走路的动作呀、招手动作呀、微笑动作呀，这样让这个机器人模拟起来就比较容易了，是吧？毕竟涉及到自身的安保嘛。所以啊，这个尽管这些方案啊都面临着巨大的技术和成本挑战，也给我们呢带来一些更深层次的思考。就是说，在这场和这种独狼式的较量中，我们是否正走向一个高度科技化但也更加偏执和封闭的社会呢？当我们用无人机、AI 监控和机器人这些替身来守护公众人物安全的时候，我们实际上也在公共空间和个人自由之间就画了一道新的红线。这种技术的军备竞赛，它的终点在哪儿啊？到底是魔高一丈的还是道高一丈的，是吧？我们是否会在生活的每一个重要人物身边都需要有这种数字分身的能力呢？
所以查理·科克这个枪击案啊，让我们看到一个时代的悲剧。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拥枪控枪的难题，也不是一个所谓的枪要在好人手里边不能被坏人把持，因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这都很谁来定义啊，是吧？所以查理·科克被枪杀，不仅揭示了这种传统的安保系统在面对现代威胁时的脆弱性，也预示着一个更加复杂的未来，就是技术可以提供解决方案，但每一次技术进步啊，都可能带来新的风险和道德挑战。所以在这么一个技术和暴力交织的时代啊，安全永远是一个无法被一劳永逸解决的终极问题。那我们能做的呢，或许就是在保护与开放、安全和自由之间寻找一个动态的平衡点。那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呀，不说极端的话，不做极端的事儿，不被别人定义成为另类，大概是最基础的安全保障，就是胆小点儿，或者这样说更具体，就是说你不要用真实的身份说真话，当然也不能说极端的话啊。如果你硬要干这些，你就要搞一个虚的网络身份，那样啊才能保证你的基础安全。好吧，这就是美国出大事儿啊，科克被枪杀，特朗普下半旗的这个故事。谢谢大家收看，你有什么想法呢？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次再见，拜拜。